进入主洞，赫然看见在地面上躺着被符咒贴得密不透风的温宁。你又在异想天开，唤醒他的心智，这样的凶事和人有什么区别？我看若是你真能办到，谁都不用做人，也不用求仙问道了，都求你把自己练成凶尸就行。众人看向鬼将军温宁，温宁感受到视线，尴尬地用手挠了挠头。二人交谈几句，出其不意的，江澄猛地拔出三毒，魏无羡反应极快，出手打偏了剑势。虚幻的魏无羡在身后颇有些颓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叹道：“终于还是开始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，盯着你那只阴虎符？现在温氏残党是众矢之的，无论什么人，姓温就是罪大恶极，而维护姓温的人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你若执意要保他们，我就保不住你。不必保我，弃了吧，告知天下，我叛逃了。今后魏无羡无论做出什么事，都与云梦江氏无关。”众人看着昔日的云梦双杰因为温家人而争吵、动手，乃至最后的决裂，心中唏嘘不已，好像跟传言中的情形不太一样。魏无羡错了吗？他没错，他只是在坚持他的道义。江澄错了吗？也没错，他只是有他的不得已。路行至此，终是同道已断，止于殊途。看前面金光善领着大大小小世家言辞不善，江丰眠知道年少的江澄为了复兴云梦江氏吃了不少苦。画面辗转到了集市上，穷人魏无羡正在跟摊贩砍价，小阿院不哭不闹，紧紧抱着魏无羡的腿。不多时，小阿院就不见了。虚幻的魏无羡早在阿院丢的时候就跟过去看戏了，他眼睁睁地看着阿院与缓步前来的蓝忘机相撞，又眼睁睁地看着阿院跌坐在手足无措的蓝忘机前，涕泪齐下。魏无羡乐开了花。蓝思追、蓝忘机一阵无语，金陵蓝景仪也乐了，哈哈哈哈！望着被千夫所指的蓝忘机，一虚一实两个魏无羡，一个躲在人群里看热闹，一个站在一旁光明正大的看，直到在小阿院快哭断气，魏无羡这才出现。小阿院一听他的声音，赶紧起身，跌跌撞撞晃挂到了魏无羡的腿上。阿院，看这边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香不香？香。想不想要？想。哈哈，走吧。小阿院眸中瞬间又涌上了泪花。哈哈哈！虚幻的魏无羡笑着捧腹道：“原来我这么坏呢！”哈哈。面对来自画面里和画面外的数道笑声，蓝思追没有任何感想，真的没有任何感想。而画面中的蓝忘机终于看不下去了，待半炷香后，小阿院手里兜里塞满了一堆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，这才止住了眼泪。接着，小阿院转头就改去抱蓝忘机的大腿。金陵见状乐开了，道：“思追，你可以啊，有钱就是爹。”蓝思追又一次窘了一下，脸色微红道：“阿玲，闭嘴！”恰巧画面中，魏无羡在酒馆里笑道：“有奶便是娘，有钱便是爹，岂有此理？”蓝景仪也乐开了，他道：“思追，你看，金陵没说错。”蓝思追红着脸不说话了。蓝湛，你知道吗？我师姐，她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人。结界中的江厌离笑了。魏无羡因无法亲眼见到江厌离的大婚，有点难过。一旁虚幻的魏无羡也很感伤。忽然，魏无羡胸口的符咒烧了起来。蓝忘机带着魏无羡、小阿院御剑回到乱葬岗，虚幻的魏无羡如幽灵一般的跟着。发狂的凶尸温宁在望羡二人情敌合奏下，终于恢复神智。结界中，温宁不知当时他做了什么，顿时感到很愧疚。对不起。温情抬臂勾住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能回来就好。只要我没问题，他就不会出问题。那若是你出问题了呢？不会的。如何保证？不会，也不能。”虚幻的魏无羡站在他们不远处，低头扶额：“打脸了，打脸了，又打脸了。有没有人能给我一条好走的阳关道？一条就算不用修轨道，也可以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的路。”虚幻的魏无羡在一旁思索刚才自己说的话，口中不禁喃喃说出：“是非在己，毁誉由人，得失不论，得失不论吗？论起来，这些年我失去的不少，可我得到过什么呢？”他唇角扯出一抹苦笑，暗自摇摇头。这日，虚化的魏无羡跟随自己和温宁在夷陵的一个小镇上采购，忽见自己跟着一道身影来到一个小院，他呆滞了片刻，
脑中急速飞转，一段鲜明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。他登时提速，飞一般的掠过门和墙壁，挡不住他，直接穿门而入，看到了院里戴着垂纱斗笠、身穿黑色斗篷的女子。他瞬间红了眼眶，他抬起的手臂微微发抖，声音微微发颤，与后面紧跟而来的魏无羡一同喊出那一声：“师姐！”阿羡，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过来给你看看。虚幻的魏无羡再见熟悉的令人心颤的一幕，泪抑制不住翻涌，瞬间湿润了眼眶。画面外的精灵有些惊奇地看着这一幕，不只是他娘亲的娇艳动人，更是一虚一实两个红了眼眶的魏无羡。精灵说不上是什么感受，这样的一幕，任谁也不能怀疑魏无羡对自己娘亲的情谊。可为什么你要杀了我爹娘呢？兰陵金氏下一辈是如字辈的，叫金如兰吧？精灵闻言一怔，金如兰，难怪。刚才见到娘亲时，还有当年温宁对着自己喊出这个名字，自己却不知道那是谁。不远处的蓝思追看向精灵说：“如兰，金如兰，好字啊。”精灵却斜睨他一眼：“魏无羡，你信不信？就算你不招惹是非，是非也会招惹上你。要救一个人，往往束手无策；可要害一个人，又何止有千百种法子？”后来的后来，真是应验了江澄的话。蓝忘机心痛不已，蓝曦臣唏嘘摇头，而一旁的金光瑶只是无声地叹了口气。画面来到兰陵城最大的灵宝阁外，魏无羡与温宁在回途中一直在谈论给金陵备的满月礼。只要我那外甥一挂上这枚银铃，品级稍微差点的妖魔鬼怪都别想进得了他的身。你不能碰，你碰了估计也有话够呛。金陵沉默着，视线牢牢锁在那枚银铃上。而金子轩盯着魏无羡手里的木盒，眸光定了定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二人行至穷奇道，虚幻的魏无羡一直跟在二人身后。原本他自灵宝阁起，神情一直郁郁，而此刻他面上瞬间爬上一种名为惊恐的神情。穷奇道劫杀！蓝忘机双拳紧握，他知道这里是一切的开端，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亲自去乱葬岗接他。金子勋，我不玩这种阴沟里的把戏。如果我要杀谁，我就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个人是死在我手上的。两人交锋数招，魏无羡袖中忽然飞出去一样东西，金子勋伸手接住。金陵见状，心中大急：“我的银铃！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参加阿玲的满月宴吧？”都住手！虚幻的魏无羡在听到这一声后，双目圆瞪，面色瞬间变得极为骇人。来人正是金子轩。结界中的金子轩夫妇都知道接下来的事。金子轩紧紧搂着江燕离发颤的肩膀：“你身上的千疮百孔，又未定是他下的，何必如此急躁？魏无羡毕竟是我请来参加阿玲的满月宴的，你们这样行事，置我于何地？置我夫人于何地？”就见金子勋手中陡然发力，那只小木盒顷刻被捏得粉碎。金子轩如今才知道，当初金子勋捏碎的是魏无羡费了半个多月心力才做好的礼物。虚幻的魏无羡目赤欲裂，脸色极为恐怖，他踱到正在对峙的二人身边，一掌推过去，口中咆哮着：“你走，别管他了，回去护好师姐。”然而掌力没有接触到任何实质的物体，他猛然转过身，看到已近在咫尺的温宁，他急得双眼发红，胸腔急剧起伏，咆哮道：“别动他，停下！”与此同时，手立刻抚上腰间的陈情，双手颤抖着持着横笛附在唇边，张口欲吹。那边拳头穿透胸腔的闷响已然出现。望着金子轩摔在尘土之中，当年的魏无羡愣愣的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而如今的魏无羡面色瞬间惨白，将在半空持着横笛的手缓缓放下，面上将气不气的表情看起来十分痛苦。江燕离亲眼见到夫君身陨，已经泪流满面。画面转到伏魔洞，虚幻的魏无羡有些支撑不住的跌坐在地上，他望着一旁低声细语的温家姐弟和尚在昏迷的自己，有些颓废的蜷起膝盖，将头深深埋在双膝间。结界中，蓝忘机紧了紧环抱住魏无羡的手臂，那边的魏无羡已经醒来，声声咆哮，喊得众人心中发紧：“你杀了谁？你知不知道你杀了谁？你杀谁都行，为什么要杀金子轩？你杀了他，让师姐怎么办？让师姐的儿子怎么办？让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”随即众人有些怔然地看着魏无羡哭了，他们不敢置信，
夷陵老祖竟然也会哭。趁魏无羡神经紊乱之时，温情失真将他定住。兰陵今世要你给个交代，这个交代就是交出温氏余孽的2名为首者，也就是我们。你们去金陵台干什么？那个千疮百孔根本不是我下的。可是他们已经认定了是你，懂了吗？不需要任何证据，也不需要你来找出真相。事到如今，千疮百孔是谁下的已经不重要了。一直蜷缩在角落里的魏无羡突然怒喝道：“温情，你他妈就是自作聪明！